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在前面的节目里，我向大家介绍了离太阳系第二近的恒星系统巴纳德恒星系统。在节目中，我还告诉大家，该系统中的行星巴纳德 B 可能比处于比邻星宜居带的行星比邻星 B 更适合生物的生存，更有可能成为未来人类殖民系外行星的备选地。但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在航天上并无建树的英国就曾经提出过一个宏伟的巴纳德星系探测计划——戴达罗斯计划。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和巴纳德星有关的探测计划。自从巴纳德星被发现之后，由于它有趣的字形，就立即成为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的重点观测对象。1969年，荷兰天文学家彼得·范德坎普经过对巴纳德星的长期观察，提出该恒星可能存在着两颗行星。他认为巴纳德星的这两颗行星都是体积巨大的类木气体行星，其中一颗的质量是木星的 1.1 倍，另一颗的质量是木星的 80%。 虽然这种看法和我们现在的观测结果不符，但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范德坎普的看法被大多数天文学家所接受。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星际学会在1973年到1978年期间，曾经极力倡导一项使用太空船对临近太阳系的恒星系统展开探测的研究计划。这项计划被称为戴达罗斯计划。计划之所以以戴达罗斯命名，这是因为戴达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工匠和发明家，也是克里特岛迷宫的建造者。在传说中，戴达罗斯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被米诺斯国王囚禁在克里特岛上。为了逃脱，他们制作了用羽毛和蜡制成的翅膀。在逃跑的过程中，伊卡洛斯因为飞得太高，靠近太阳，导致蜡被融化，最终坠海而亡。戴达罗斯则成功逃脱，最终抵达了西西里岛。计划采用戴达罗斯来命名，显然是表示皇家学会想要探索未知的决心。在这儿，我还要多说一句，人类的第一个太阳帆探测器是日本的伊卡洛斯探测器。之所以这么命名，显然也是来自于这个传说。注重传统的日本采用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来为自己的探测器命名，也许这才是一种包容。戴达罗斯计划希望能够在50年内对临近太阳系的某个恒星系统展开无人探测。巴纳德星由于离太阳近、字形大，而且还是红矮星，特别是受到当时成为主流的范德坎普关于巴纳德星有两颗行星观点的影响，成为戴达罗斯计划的首选探测目标。要知道，当时人们还没有发现半人马座阿尔法三星系统内有行星的存在。为了实现该计划，人们专门设计了戴达罗斯火箭。戴达罗斯火箭是一个采用核聚变动力的2级火箭，总质量达到了54000吨，这当中包括了5万吨的核燃料以及500吨的有效载荷。大家请看屏幕，在屏幕里，红线以下的部分就是火箭的1子级，红线以上的部分就是火箭的2子级和探测器舱。探测器舱位于火箭2子级的上方，在探测器舱之上还有一个保护罩。由于当时可控核聚变技术还遥不可及，技术人员把火箭核动力发动机的工作原理确定为使用氢弹爆炸产生的推力来推动火箭的前进。根据他们的设计，1子级的核发动机将工作 2.05 年，消耗46000吨核燃料，把火箭加速到光速的 7.1%。完成任务之后，1子级将和2子级分离。分离后，2子级的核发动机会持续工作 1.76 年，消耗4000吨核燃料，把火箭加速到光速的 12%， 然后与探测器舱分离。此后，探测器舱将进入为期46年的巡航飞行阶段。看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已经注意到了，不对啊，火箭没有带最后减速所需的燃料。按照这个方案，以 12% 光速接近巴纳德星的探测器舱根本没有办法在巴纳德星系停下来开展探测任务啊。关于这点，
您说的没错，火箭的确没有减速所需的燃料了。这个方案之所以没有考虑减速，是因为如果再考虑到减速，火箭在出发的时候的质量就会超过20万吨。皇家星际协会可能是因为觉得20万吨的火箭实在是太不靠谱了，就没有为火箭留下减速所需的燃料。不过我是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他们觉得5.4万吨靠谱，而20万吨就不靠谱了呢？关于这点，也许只有他们自己能够解释清楚了。但是技术人员也并非完全没有考虑减速的问题，他们在探测器舱内安装了18个由人工智能控制的自动探测器。这些探测器会在接近巴纳德星之前 7.2 年到 1.8 年之内被发射出去。虽然探测器同样没有携带减速所需的燃料，但技术人员为每个探测器配置了一种磁帆。这种磁帆应该就类似于我前面的节目里多次提到过的太阳帆。磁帆可以利用恒星风和恒星磁场来进行减速，因此也就无需携带减速燃料了。而且磁帆的作用还不仅限于为探测器减速，它们还可以在恒星系内为探测器加速，这就可以方便探测器在巴纳德星系内不同行星之间进行来回穿梭了。如果以上我所介绍的已经让您感到神奇了，那我只能告诉您，神奇还没有结束。为了保护有效载荷不被星际物质所损毁，戴达罗斯火箭会在飞行方向的前方200公里处发射人工粒子云，用粒子云把那些较大的星际物质摧毁，以避免较大的物质撞击火箭。此外，因为戴达罗斯计划的时间长达50年，飞行过程中火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当时的科学家还设想让火箭携带一些自动维修机器人，以便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自动修复火箭上的故障。看到这儿，最让我吃惊的是，设计人员竟然在上世纪70年代就考虑到用人工智能。看来在未来，人类对太空的探测中，人工智能的作用一定是极其巨大的，绝对不容忽视。以上就是戴达罗斯主要的设计思路。这个计划即使是在今天来看，依然是非常疯狂。不过我们不妨设想，如果1973年戴达罗斯火箭真的发射了的话，那么到现在也有50多年了。这个时候戴达罗斯火箭应该已经抵达了巴纳德星。可惜在现实中，戴达罗斯计划中那些异想天开的技术大部分还没有影子，唯一接近于实现的好像也就是能够维修火箭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了吧。虽然戴达罗斯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但是这个计划却依然激励着人类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去追寻星辰大海。好，有关疯狂的戴达罗斯计划暂时就先介绍到这里。节目进行到这儿，我还想补充几句。到现在，人类已经发现了超过5600颗系外行星，在它们当中超过 30% 都属于超级地球，也就是质量在1倍到10倍地球质量之间的固态行星，并且在这些行星中很多都处于其母星的宜居带上。所以我们的太阳系和地球并不是宇宙中的特例，在银河系，在宇宙中，像太阳系这样的恒星系统一定还有很多。在那些星球上，是否也存在着像我们一样的文明世界呢？这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和发现。因此，不断地去探索未知，一定是人类众多使命中最为重要的使命之一。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观看。不知道您在看了这期节目之后有什么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说出您的想法，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炸鸡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